上一期王熙凤出场了，这个凤辣子一生效，把整个贾府的规矩震得粉碎。那么接下来黛玉要去拜见两个舅舅了，但是曹雪芹没让两位舅舅直接出场，一个说连日身上不好不忍相见，一个斋戒去了。舅舅不见，但是建筑要说话。去大舅那边是黑油大门，小巧别致；去二舅那边是荣禧堂，赤金九龙青地大匾，带漏隋朝墨龙大画。建筑空间的对比，把贾府的权力格局写得比人还清楚。而且还有一个细节，王夫人日常起居不在正室荣禧堂，而在东边的耳房。家具不是崭新的，而是半旧的，这都是为什么呢？来听这段建筑说话。当下茶果已撤，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着黛玉去见两个母舅，使贾赦之妻邢氏忙一起身叫回道：“我带了外甥女过去，倒也便宜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正是呢，你也去吧，不必过来了。”邢夫人答应了一声是，遂带着黛玉与王夫人作辞，大家送至穿堂前。出了垂花门，早有众小厮们拉过一辆翠卧轻细车，邢夫人携了黛玉坐在上面，众婆子们放下车帘，方命小厮们抬起，拉至宽处，方架上驯骡，亦出了西角门，往东过荣府正门，便入一黑油大门中，至仪门前方下来。众小厮退出，方打起车帘。邢夫人搀着黛玉的手进入院中，黛玉夺其房屋院宇，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。进入3层仪门，果见正房香无游廊，西街小巧别致，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，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在。一时进入正室，早有许多盛装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。邢夫人让黛玉坐了，一面命人到外面书房去请贾赦。一时人来回话说：“老爷说了，连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，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，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即同家里一样。姊妹们虽拙，大家一处伴着，亦可以解些烦闷。或有委屈之处，只管说的，不要外道才是。”黛玉忙站起来，一一听了，再坐一刻，便告辞。邢夫人苦留吃过晚饭去，黛玉笑回道：“舅母爱惜赐饭，原不应辞，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，恐领了赐去不恭，翌日再领未为不可，望舅母容谅。”邢夫人听说，笑道：“这倒是了。”遂令3个嬷嬷用方才的车好生送了姑娘过去。于是黛玉告辞，邢夫人送至仪门前，又嘱咐了众人几句，眼看着车去了，方回来。一时黛玉进了荣府，下了车，众嬷嬷引着，便往东转弯，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，向南大厅之后，仪门内大院落，上面5间大正房，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，四通八达，轩昂壮丽，比贾母处不同。黛玉方知这方是正经正内室，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。进入堂屋中，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，匾上写着斗大的3个大字，是荣禧堂，后有一行小字：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，又有万机陈汉之宝。大紫檀雕翅案上设着3尺来高青绿古铜鼎，悬着带漏隋朝墨龙大画，一边是金尾仪，一边是玻璃海。又有一副对联，乃乌木联排，镶着赞银的字迹，道是：座上珠玑朝日月，堂前俯伏唤烟霞。下面一行小字，道是同乡侍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实拜手书。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席，亦不在这正室，只在这正室东边的3间耳房内。于是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。
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记，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、石青金钱蟒银枕、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，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鸡，左边鸡上文王鼎持柱相合，右边鸡上汝窑美人菇，菇内插着石鲜花卉，并明碗糖盒等物。地下面西一溜4张椅上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，底下4副脚踏，椅子两边也有一对高机，机上明碗平花俱备，其余陈设自不必细说。老嬷嬷让黛玉炕上坐，炕沿上却有2个紧入对射，黛玉夺其位次，便不上炕，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。本房内的丫鬟忙捧上茶来，黛玉一面吃茶，一面打量这些丫鬟们，装饰衣裙、举止行动，果亦与别家不同。茶未吃了，只见一个穿红绫袄、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来，笑说道：“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坐吧。”老嬷嬷听了，于是又引黛玉出来，到了东廊3间小正房内。这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，桌上落着书籍茶具，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，王夫人却坐在西边的下手，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入。见黛玉来了，便往东让。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，因见挨炕一溜3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檀木椅扶，黛玉便向椅上坐了。王夫人再次携她上炕，她方挨王夫人坐了。王夫人因说：“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，再见吧。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，你3个姊妹倒都极好，以后一处念书、认字、学针线，或是偶一玩笑，都有尽让的。但我不放心的，最是一件。我有一个孽根祸胎，是家里的混世魔王，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，尚未回来，晚间你看见便知了。你只以后不要睬他，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。”黛玉亦常听的母亲说过，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，乃贤育而淡，顽劣异常，极恶读书，最喜在内围厮混，外祖母又极溺爱，无人敢管。今见王夫人如此说，便知说的是这表兄了，因陪笑道：“舅母说的可是贤玉所生的这位哥哥？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，这位哥哥比我大1岁，小名就唤宝玉，虽极憨玩，说在姊妹情中极好的。况我来了，自然只和姊妹同处，兄弟们自是别院另事的，岂得去沾惹之理？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你不知道缘故，他与别人不同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，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。若姊妹们有日不理他，他倒还安静些。纵然他没去，不过出了2门，背地里拿着他2个小妖出气，估计一会子就完了。若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，他心里一乐，便生出多少事来。所以嘱咐你别睬他，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，一时有天无日，一时又疯疯傻傻，只休信他。”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。好，原文先演播到这儿。这段是黛玉的空间考试啊，也是贾府的权力地图。我们先来看看建筑的对比。大舅母那边小巧别致，二舅母这边轩昂壮丽，这本身就是权力的宣言。去邢夫人处是黑油大门，3层移门，正房香芜，小巧别致，不是方才那边轩峻壮丽。而且黛玉心里判断，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。脂砚斋在此处批长房靠边，假设是长子，他袭了爵，但是住的是隔断出来的偏院，暗示他在贾府的实际权力已经被边缘化了。
而到了王夫人这边是荣禧堂啊，5间大正房，轩昂壮丽，比贾母处不同。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，这是正经的正内室，是权力的中心。所以虽然贾赦是长子，但是荣国府的实际掌权者是二房贾政，王夫人住的地界才是核心。再看荣禧堂的陈设啊，不是富贵，它是皇恩，赤金九龙青地大匾，荣禧堂3个字，后面有万机陈汉之宝，这是皇帝的印玺啊，不是贾府自己提的匾啊，是皇帝赐的。大紫檀雕螭案，青绿古铜鼎，带漏隋朝墨龙大画啊，带漏隋朝4个字，点出这是官宦人家的身份，每天要去上朝的。但是最妙的是那副对联，叫座上珠玑朝日月，堂前俯伏唤烟霞。下面是东安郡王穆实拜手书。脂砚斋评连对联都是王爷写的，富贵逼人。但是这富贵是皇恩，也是压力。您得了这么多的恩赐，就得对得起这份荣耀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被忽略的神来之笔，家具全是半旧的。王夫人日常不在正室荣禧堂，而在东边的耳房，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记，但靠背银枕坐褥是半旧的青缎，挨炕的椅子搭着半旧的檀木椅扶。为什么不是崭新的呢？因为真正的世家的标志不是金碧辉煌全城锃亮，而是这些半旧里透出来的年月和底气的质感。这是祖上传下来的，用了几十年了，越用越爆浆，暴发户才急着摆全新的呢。世家是半旧的，这是时间的底气，也是传承的傲慢。而且这半旧恰恰说明这个家族已经富贵很久了，不需要用崭新来证明什么。那么再看看黛玉的步步留心，她不上炕，只坐椅子，这是贵族小姐的直觉。老嬷嬷让黛玉炕上坐，但是炕沿上有2个紧入对射，黛玉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给客人坐的，这是主人夫妇对坐的地方。所以他夺其位子，便不上炕，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。王夫人再四让他上炕，他才挨王夫人坐了。脂砚斋在此处批写黛玉心细，一丝不乱。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，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家族，就能凭着家具摆放判断主客之位，这不是她聪明，是她母亲贾敏教得好。这是世家的教养，是血液里的规矩。而且您发现没有，黛玉从进贾府开始，她的眼睛就没停过，她在观察，她在判断，她在学习。这种敏感是她作为孤女生存的本能，也是她后来写诗作词的天赋来源。还有那段婉拒邢夫人留饭的话，堪称语言艺术。邢夫人苦留吃晚饭，那黛玉说舅母爱惜赐饭，原不应辞，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，恐领了赐去不恭，翌日再领，未为不可。3个层次先谢恩，再说明原因，最后给台阶滴水不漏，让邢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。脂砚斋评黛玉之为人，不须写容貌，只此数言，便知不凡。那么最后咱们看看王夫人对宝玉的描述。王夫人嘱咐黛玉说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她的，她嘴里一时甜言蜜语，一时有天无日，一时又疯疯傻傻，只休信她。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实评价，不是冷子兴那种外人的八卦。但是您注意王夫人说若姊妹们有日不理她，她倒还安静些，这是不是说明宝玉的闹是为了引起注意这是情感需求极重的表现。而且王夫人作为母亲，她其实懂儿子，但她也怕她的这个儿子，怕他的疯疯傻傻，怕他的有天无日。这种又爱又怕的复杂，只有母亲才说得出来。而且黛玉的回答是极妙的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
然后说况我来了，自然只和姊妹们同处，兄弟们只是别院令事的，岂得去沾惹之理呀？他早就从母亲那里听说了宝玉，而且早就想好了应对的策略。但是王夫人立刻打断他了：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他最爱跟姐妹们在一起。这句话打破了黛玉的防线，她以为别院令事是规矩，但是王夫人说宝玉不一样，他跟姊妹们是一处养的。所以这一期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空间及权力，规矩及教养。而王夫人的那番话是为了宝玉的出场铺好了反差的舞台。前面所有人都说宝玉是色鬼，是魔王，但是越这么说，黛玉越好奇，这个混世魔王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下一期我们来看看黛玉进到贾府的第一顿饭是怎么吃的，她见到诸多与家里不一样的规矩，她又是怎么应对的？我们下一期接着聊。